深夜我点了一份外卖，骑手在距离5米时打了个电话，可我接通后，电话那头却一句话都没说。喂，有人吗？说话啊！没想到骑手却在这时私信我。不好意思，我是聋哑人，给您打电话是为了能第一时间通知您取餐。我刚准备去开门，眼前突然飘过几行弹幕：不要去开门啊！门外那个根本不是什么外卖员，是杀人犯啊！我被突然出现的弹幕吓了一跳，想要去开门的手猛地一抖，瞬间缩了回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什么杀人犯？与此同时，又有一大片弹幕在我眼前飘过。他给你打电话是为了通过电话里的声音确认你是不是独居女性啊！真服了，每次惊悚文的主角都这么没脑子，这个外卖员明显就有问题，还要去开门。虽然我向来不爱信这些怪力神学，可眼前这些字却真真实实的漂浮在我面前。我来不及思考其他，只抓住了弹幕中的重点信息。现在我的门外正站着一个随时可以杀掉我的杀人犯，我警惕地贴在门前，屏住呼吸，透过猫眼向外望去，可外面的楼道里空空荡荡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我的目光紧紧盯着猫眼外的楼道，很快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我们小区楼道内装的都是自动感应灯，只要楼道里有人，灯就会一直亮着。此刻楼道里明明一个人都没有，感应灯却久久亮着，这就说明楼道里藏了人，而这个人刚好在我的视野盲区。我立马关掉屋内的灯，而后低头看向大门底端的门缝处。屋内的灯熄灭后，原本门外的光会立刻透过门缝照进家里，可此刻大门正中间的门缝却被一团黑影结结实实地挡着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亮了起来，是外卖骑手又发来了一条信息：你怎么还不取餐？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我可以帮你。隔着门缝看着那团蠕动的黑影，现在的我处境犹如在玩塔防游戏，就是这款潮汐守望者，一款风靡欧美的 CG 魔幻塔防策略手游，里面的美术设计真的是惊艳到我了。每个5星英雄都有量身定做的电影级 CG 或专属出场，更重要的是它的可玩性，不同英雄专属不同特色技能，海量抽奖券和限定皮肤大礼等着你，赶紧点击左下角体验吧。我果断地退离了门口，将所有门窗全部锁死，而后拿出手机就准备报警。就在这时，又有一大片弹幕在我眼前飘过，这女主开始长脑子了，居然没去开门，还只打关房间的灯来看门外杀人犯的影子，好聪明啊！但是女主作为第一个被杀害的受害人，如果她这时候没有开门，那后面的剧情就没法继续了。是啊，女主被害死后，男主伤心欲绝，才有了之后男主惊悚断案的剧情啊！看到这些漂浮着的字后，我心里猛地一颤，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果不其然，我手机上的报警电话还没拨出去，大门那儿传来一声冷笑，而后又传来几声轻微的摩擦声。下一秒，一把巨大的电动伐木锯瞬间穿透了房门，锯齿疯狂旋转着，发出令人胆寒的声响，而后猛地一用力，房门被彻底锯开，男人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。他戴着黑色的口罩和帽子，我惊恐地往后退去，却发现自己已经退无可退。他缓缓举起伐木锯，用力一挥，我只感觉一阵剧痛，我发现自己竟完好无损地又站在了家门前。